这台无极525双2是抖音的粉丝提供的，官方呢宣传百公里加速 4.1 秒，是不是真的就是 4.1 呢？它和热度一直都很高的春风450 S2，动力方面谁更胜一筹呢？结果呢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，拿到车呢第一件事情就把 TC 全关了，把模式调到运动模式，车的公里数呢为1100公里，最大功率呢为41千瓦，采用的是120和160的前后胎。这个呢对加速是有点吃亏的，因为它的对手们都用的是110和150的前后胎，不过呢它的排量也是最大的。经过了6次测试，也换了2种弹射模式去测，4次都是 4.8， 有1次是 4.7。在我的加速排行榜中排名第41位，0到100米呢用时是 5.5 秒，尾数是 109.6， 200米用时 8.5 秒，尾数是 134.4。 而春风450呢在这条道路同样的方向，测出来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 4.5 秒，这是车辆没有进行任何的改装跑出来的数据。排名呢第33位。我们来看一下两台车的加速数据。0到50呢，春风呢用时是 1.7 秒，无极525呢用时是 1.6 秒，差距呢不是很明显，但是50到100差距就有点大了。后程加速呢全是拼动力的时候，从100米和200米的加速也能看得出，100米的时候呢无极是 5.4 秒在前面，但是到了200米的时候呢，春风呢用时 8.4， 无极用时 8.5，也就是说在130到140米之间就被反超了，所以从多个数据上看，它就是一台 4.7 秒左右的车子。去年呢对这台车进行分析，当称是能提高 5%， 那我估计也是在 4.7 到 4.8。 好，现在我们从无极的产品车型进行分析。首先我们看排名第59名的无极 500R，471 的排量，百公里加速 5.5 秒，然后进行增加排量，百公里加速呢也提升到了 5.3 秒。这两台车呢都是市售车，所以最高转速9000转它都断弧了。接下来看一下排名第45名的这台车呢是刷过 ECU 的，动力呢更加大，而且转速呢达到了11000，基本上呢就是特调1阶的程序，百公里加速呢直接提升了 0.4 秒，来到了 4.9 秒。而今天这台无极 RR525 呢，基本上就是无极525街市版的特调程序版，最大功率呢提升了 4%， 最高转速呢从9000转提升到了10400左右，加之全车又轻了10几公斤，所以又相较于 4.9 秒那台又提升了 0.2， 达到了 4.7。 所以呢这样的数据是很符合科学逻辑的。而官方公布的那个 4.1 秒，功率呢只比街车大 4%， 重量轻个10多公斤，就能让百公里加速 5.3 秒提升到了 4.1 秒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滴水和外观件方面呢，无极稍微要好一点点，春风呢塑料感比较多一点。从设计上看呢，春风要更加犀利一点，攻击性呢也更加强。骑行坐姿呢，无极要偏舒适，春风450呢更加偏运动一点。长时间骑行的话，无极会没有那么累。无极的油箱设计呢也有些不合理，设计师呢可能是为了造型，这个凸出来的地方也太高了吧，稍微趴一点点它就顶到我的胸口了。这个呢可以适当弄低一点，稍微好一点。这方面呢其他的竞品就做得比较好一点。无极525呢，它左右的分离把和春风450很像的，不过它的前后刹车卡钳还有它的上泵，我估计是同一个供应商吧。但是呢从制动力的效果来看呢，无极的制动力呢稍微要强一点，春风450呢初段的制动力就稍微弱一点，很有可能是刹车皮的原因。无极采用的是120和160的前后胎，所以它的轮胎和轮毂
都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要重一些。如果用的是110和150的前后胎以及轮毂，百公里加速估计能提升0.15秒左右。采用比较大的轮毂呢，也有它的好处，就是行驶的稳定性会更加的强。就看厂家造车的取向了。前后减震这方面呢，春风40的调教呢也更加偏运动一些，前减震的支撑性也更加的强。春风40的车架呢也更加硬朗，更加偏向于激烈驾驶。发动机的动力呢，9000转以下都是无极要强，1万转以上呢它就被反超了，它们的差距也不是很大。不过呢，无极这台发动机呢，升级的空间基本上已经到头了，而春风40 SR 呢还没开始呢。所以呢，无极想占领市场呢，必须要有一个中排量高性能的发动机。用471这台发动机进行魔改，放到仿赛上面，长期来看呢是不太可行的。虽然呢能得到一点动力，但是呢又牺牲一点运行品质。反观呢春风40这台机子，它定位就很明确，配在运动型街车和仿赛上面都比较有竞争力。它就是为了取代春风400NK 那台发动机的。而无极这台机子呢，已经出来很多年了，我还是希望有更有竞争力的发动机来替代它。